我是 Judy， 很高兴您再度收看589操盘笔记，让操盘人带你走向财务自由的目标。OK， 我们今天进到了进阶班的力道 K 线，要接续上个礼拜讲的关键 K 棒，今天要讲关键 K 棒之后的组合 K 棒。那在讲到组合 K 棒之前，我们先把上个礼拜的讲的部分复习一下，让大家更快的进入状况。上个礼拜我们在讲的时候，就是说我们在一片黑 K 线之中呢，我们要先找到关键 K 棒。那什么叫做关键 K 棒呢？在这个地方要告诉大家，就是要先找关键位置。那在创新高这个地方，我们可以叫它关键位置。还有在下跌的过程中的末跌高跟波段高这个地方，就是末跌高。末跌高其实就是 B 高的意思哈。跟波段高这个地方叫做关键位置，所以说以长红棒突破我刚刚讲的这3个位置的地方的话，就叫做关键 K 棒。那因为上个礼拜已经介绍过，我们就比较快一点。那接下去我们来讲关键 K 棒一旦确立的时候，我们就要算支撑压力。以这个红棒来讲的话，我们算出了它的下颈线以后，那这个地方就是一个相对的隔天的买点，然后上颈线这边就是一个卖点。那同样的在黑 K 棒这个地方上颈线就是一个卖点，然后下颈线这个地方就是要买点。不过大家要注意，这是隔一天是盘整盘的时候，我们才可以这样做。如果隔一天的盘整盘有效被突破，也就是上下颈线被分时的长红棒突破的时候，那就代表它是一个趋势盘，那就要重新去算它的支撑跟压力，所以大家要灵活运用。好，接下去我们看一下关键 K 棒出现以后，它会有效的关盘期间，就是上个礼拜我们讲过的4根 K 棒或8到9根，其实这都是配合所谓的5日均线跟10日均线这个地方，它会做一个表态的动作。但是总体来讲关键 K 棒它其实只是一个K 棒，那我们整体要先懂得现行，再去了解关键 K 棒，才不会说关键 K 棒出现在末跌段或各节点的时候，我们反而套牢到高点。所以简单说，要先懂形态，再懂 K 线。OK， 那接下来的话，那组合 K 线这个地方呢，前面已经讲过，就是要2到4根。4到8根，那这边多加一个，就是说在 K 线的连续判读上面，我们注意的就是关键 K 棒跟跳空，因为跳空这个地方这个缺口来讲的话，如果同时是长红棒，然后又加一个跳空的话，它等于说层级又往上跳一级了。那有的时候跳空大家不会算的时候，可以试着把跳空前后2个 K 棒连在一起，你就会发现它是一个长红棒或是一个长黑棒，然后你再去算上下颈线，你就知道支撑跟压力了。OK， 接下去我跟大家讲一下组合。K 线是我们今天要讲的，也就是说，我今天出现了一个长红棒，可是我这个长红棒出现在节点的刚好转折的地方，就是我们说的 B 点的部分。接下来我就会拉回整理。那我拉回整理的时候，如果我守住了1/2的话，因为我守住了1/2，是不是我要过高的机会就比较高了？所以它再出现一个关键 K 棒的话，就很容易变成成功上涨 N。所以这是要跟大家讲，为什么我们在拉回的时候一直非常注意1/2的地方。那如果说你今天拉回的时候，你不小心跌破了1/2的时候，然后你在上涨的过程之中，你 CD 段可能跟 AB 段是一样的涨幅，可是问题是因为你跌的比较深，所以你的整个N 型完成的时候，可能没有办法突破这个上颈线的反压，所以你就会变成一个叫做正常 N 盘整的部分。那还有一种就是说跌更深，几乎都快要跌到原点的部分，然后你再出现长红棒，你有可能就变成一个类似失败 N。所以刚刚这个地方是盘涨，就是它有突破 B 点，那这个地方叫做盘整。对不起，我这边写错，这边是盘整，就是因为它这个打出去的 N 其实是跟 B 点的高度差不多，等于说我持有的期间越长，我反而没有赚的比较多钱。所以就是等于说组合 K 棒有3种测量方法，只要守住1/2，再攻过去又过双杠一，成功上涨。没过双杠一就是盘涨，就是这个盘涨。然后另外就是说，如果说这个地方出现一个失败 N 的话，这个就是所谓的正常上涨 N 盘整的部分。好，这部分讲完的话，我们直接进入到所谓的组合 K 棒。那我们先讲一下长红的关键 K 棒这边为例，那长黑的关键 K 棒是下一堂课的事情。所以长红的关键 K 棒，我们这个地方已经说过了，所谓的关键 K 棒就是我们中间的开盘跟收盘这个整个的应该是这个地方是开，这个地方是收，才会是长红棒哈。就是说这个长红棒的实体，我们去算有超过大于4.5%的话，
我们就把它叫做长红棒。那在这个地方呢，长红棒一出来以后，我们就赶快速算，就是把两个开跟收加起来除以2，就是下颈线的位置。然后接下来就是用收盘价去减掉下颈线，这个地方就有个区间差值。然后我们再把这个区间差值，加这个收盘价的位置，这个地方就是上颈线，这个我们之前都说过了。那说过完以后，那我们就知道关键 K 棒出现之后的发展，第一个它有攻击线性，那它也有盘整线性，它有趋向线性，这个我们上节课都讲过。那我们今天只针对攻击线性来讲，就告诉你说出现什么样的连续的组合 K 棒，告诉你它要呈现45度上攻的格式呢。首先第一个我们把它叫做上升三法。什么叫做上升三法呢？就是说它的前后都是长 K 棒，可是它的中间呢会有2到4根的丁心线。所谓的丁心线就是说它的实体 K 棒的涨幅在 4.5%。那这是为什么呢？这个最简单的道理就是说，当长红棒出现以后，它通常要消化卖压，所以消化卖压的时候就会回撤。第一个点就是我们说的下颈线，第二个点就是在这个 K 棒的这个开盘这个地方，这个叫原始支撑。那能够守到那个1/2是最好的，因为它在攻击的力道就是会过高，就会相对比较强。那像这个上升三法，它这个举例会比较弱一点，但是它没有破原始点，它再出去的话，就是我刚刚跟各位介绍的正常上涨盘涨的格局。那这个一心二阳呢，它就是说前后都是长红棒，那中间这个是短 K 棒。那你可以看到，因为它用比较短的时间，所以它的幅度会比上升三法来的报酬率要来的比较高一点。那接下去介绍这个连三红更是不得了，它是3根都是长红棒，所以它这个涨幅最大。那有的时候所谓的那个连三红的时候，有的时候我们可以把这2根合在一起，也就是说这一根是长红棒，这边可能是一个丁心线，所以你2根合在一起，这就1、2、3。好，可以这样子比较灵活的看待。好，接下去我们就举实例，这样讲会比较清楚一点。上升三法，我们就说这只个股2616的三龙，然后大家注意看我所标示的圈圈的部分，它是不是第一根是长红棒，第2根也是长红棒，然后中间都是丁心线。所以我们在操作的过程中，就是说当第一根长红棒出现的时候，我们就是观察3到4天它有没有破下颈线。那在这个实例上我算过，它并没有破下颈线，所以当这时候整个形态就是说我们大概去算这个地方大概有多少的时间，那我们大概就可以推估这个地方的时间是多少。那走到这边的时候，我们会觉得说可能还有空间，那在这个地方我们就会去看看它的基本面有没有机会攻出去。那它的算法很简单，就是说第一个它守住1/2枚，守住了，好，那我们在这个攻击的过程中，它有个波段低点，那波段低点到这个长红棒的高点这个地方就会有个距离，我们先把这个距离算出来，然后接下去第2根长红棒要攻击的时候，就是比照这样子的幅度攻击出去。那这样子是不是你就可以算得出来？然后大概就是说，你在这边长红棒你可能没买，拉回你可能在守1/2买，你就知道你的报酬率大概是多少，然后所以你就可以知道说你可以赚多少钱。那是不是这样相对比较简单一点呢 ？OK， 那我们再看下一个部分，我来跟大家介绍的部分是这是连三红台积电，我接下来跟大家介绍的是一心二阳的实力南电。那这一支其实我在上个礼拜也做过介绍。那我这边要讲就是说，在它攻击的过程之中，这个地方有出现一个叫做一心二阳。那一心二阳这个地方呢，它一样跟我刚刚跟你们教的方法一样，就是说在一心二阳第一根红棒出现的时候，我们找它波段相对的低点，然后去算它后面大概会涨多少。那当然就是未来就是它中间如果有回档的时候，它中间这个新线的地方就是回档的支撑。那这边都有非常多的计算公式，然后也会有附上一些资料，都是给大家参考。那我跟大家讲的是一个逻辑，大家事后再仔细去算。好，接下来我们来介绍最厉害的，就叫做连三红。那连三红的要求是非常非常的严格。什么叫非常严格呢？也就是说它3根都是长红棒，而且不可以重叠。所谓的不可以重叠，就是说它的收盘价跟它的开盘价不可以重叠，也就是说你一定要开高，中间一定是有跳空的缺口在那个地方，一样或者是开平，像这样子。好，所以我们可以已经确认这3个 K 线都是没有重叠的。那它这个连三红，它是出现在前面这个
N 型的一个尾端。可是大家可以知道，就是说当连三红出来的时候，就代表后面涨的几率很高，那它的支撑就会在这个地方。已经跟你讲，短线的支撑就是最后长出这根的红棒的1/2。那如果1/2这个地方，我们就去算它。那如果说这个1/2破的话，再来中线的，这是短线的支撑。那中线的支撑就是在第2根红棒的1/2。所以我们用台积电这档股票去做一个实例，发现就是说它创高档回档以后，它拉回的过程之中，在第2根的中线的就是它的下颈线的位置是在499。那可是台积电在回档到2021年的5月的时候，它的最低点是512元。所以说你如果懂得连三红的话，手上又有这只股票的时候，其实你已经知道它大概下档支撑是什么了。那在它盘整的阶段，你就可以做一个区间的操作。所以我介绍完这些关键 K 棒，其实就是要跟投资人讲说，知识就是力量。如果说你了解了形态，又了解了关键 K 棒，是不是就可以轻松在短线或长线获利呢？短线你就可以看日线，那长线的话你可以看月线，甚至你跟我讲说你做当冲的话，那你可以去看60分钟线，这些一样可以帮你做获利。OK， 那我们的那个节目要到了尾声，不要忘了，如果你觉得意犹未尽，我刚刚在讲的部分并没有讲很详细数字的部分，你有兴趣的话，你到部落格，我都有很详细的计算方式和公式、理论、实际都有。OK， 那我们的节目就到此结束。那下周要介绍的话是长黑 K 棒，教你如何在头部的时候把股票在高档或是其他商品在高档出脱掉。OK， 那在节目的尾声，不要忘了帮我按赞、订阅、分享，开启你的小铃铛。我们下期再见，拜拜。